10大隐形发炎食物黑名单。第1名，你天天吃，全身炎症火上浇油，医生几乎停下。你是不是经常感到疲惫不堪，关节隐隐作痛，皮肤问题反反复复，体重居高不下？小心，这些可能都是你体内慢性发炎的求救信号，而点燃这把火的元凶很可能就藏在你每天吃的食物里。本期世界探索站为你独家揭秘10大隐形发炎食物黑名单，它们看似无害，甚至美味诱人，却在不知不觉中为你的全身炎症火上浇油。第10名，部分植物油。当心一些常见植物油，特别是那些富含 Omega-6 且经过高度精炼的，比如大豆油、玉米油和葵花籽油。问题的关键不在 Omega-6 本身，它也是人体必需的，而在于2点：一是我们饮食中 Omega-6 与 Omega-3 的比例严重失衡，现代饮食这个比例常高达15:1以上，远超理想的1:1到4:1。2是这些油在精炼过程中的破坏，过量的 Omega-6 会代谢产生促炎物质，而 Omega-3 则能抗炎。这个天平一旦失衡，身体的炎症反应就容易被点燃。精炼则损失抗氧化物，甚至产生少量反式脂肪。高温烹饪，尤其油炸更易氧化，产生有害自由基。建议平衡 Omega-3 和 Omega-6， 多吃深海鱼、亚麻籽油。烹饪油选特级初榨橄榄油、牛油果油、茶籽油或适量椰子油，尽量选冷压榨，为精炼油品。第9名，过量饮酒。它会直接损伤肝脏，引发脂肪肝、肝炎，破坏肠道屏障，导致肠漏，产生有毒代谢物乙醛，削弱免疫系统，并促进氧化应激，全面加剧炎症。那么，过量的标准是什么？一般来说，男性每日不超2个标准饮酒单位，女性不超1个，且每周至少2天不饮酒相对安全。1个标准单位约等于355毫升普通啤酒、148毫升葡萄酒或44毫升白酒。而且要警惕酗酒，短时间内大量饮酒危害巨大，并且避免空腹饮酒，选择低度酒，小口慢饮，并确保充足水分摄入，以防脱水。第8名，加工肉制品。早餐培根、三明治火腿、烧烤香肠确实方便美味，但它们通常含有较高的饱和脂肪与胆固醇，过量摄入直接与心血管风险和炎症相关，以及为了保质、增色、调味的亚硝酸盐等添加剂。这些物质在体内可能转化为致癌的亚硝胺，并引发炎症，更别提还可能含有磷酸盐、人工香料、色素等其他帮凶。再者，烟熏、烧烤、油炸等高温加工过程会产生大量晚期糖基化终末产物 AGEs， 这些物质会加剧体内氧化应激和炎症，与多种慢性病相关。最后，别忘了它们普遍的高钠含量，这不仅不利于血压控制，也可能加剧炎症。世界卫生组织已将其列为1级致癌物。偶尔解馋可以，但绝不能成为日常主角。第7名，反式脂肪。健康头号公敌反式脂肪，主要源于植物油的部分氢化，它会强烈促进全身炎症，损害血管，升高坏胆固醇，降低好胆固醇，增加胰岛素抵抗，与多种慢性病相关。关键是细看配料表，若出现部分氢化植物油、人造奶油、黄油、起酥油等字眼，务必警惕。即使营养成分表标注反式脂肪0克，也别轻信，法规允许微量存在时如此标注，配料表中的氢化油才是真正的照妖镜。它们常潜伏于很多烘焙食品，如饼干、蛋糕、油炸食品如薯条、炸鸡、人造奶油、咖啡伴侣，以及部分巧克力、冰淇淋和速食中。第6名，精致碳水化合物，如白面包、白米饭、饼干、蛋糕等，它们精致掉了麸皮胚芽，导致升糖指数极高，抑制血糖飙升，长期刺激胰岛素，促进炎症，增加胰岛素抵抗风险。同时缺乏纤维，损害肠道，血糖更易波动，饱腹感差，更容易吃多，直接导致肥胖，而肥胖本身就是慢性炎症。宝贵的维生素矿物质也大量流失，成了空热量。那么如何选择和替代呢？记住这几招：白米饭换糙米、藜麦、燕麦；白面包换全麦；白面条换全麦面或荞麦面。增加豆类摄入，它们富含蛋白质、纤维，升糖指数还低。多吃蔬菜水果，补充天然纤维、维生素和抗氧化剂。第5名，过量的糖和高果糖玉米糖浆。警惕餐桌上的甜蜜负担，过量精制糖，如白砂糖和高果糖玉米糖浆，不仅提供空热量，更会刺激机体释放促炎因子，破坏肠道菌群及屏障，引发肠漏和全身性炎症。其中，高果糖在肝脏易转化为脂肪，
加剧脂肪肝、炎症反应和胰岛素抵抗。这些甜蜜刺客无处不在，含糖饮料是最大元凶，糖果、甜点、烘焙食品也是重灾区，应严控添加糖。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成人每日游离糖摄入量最好在总能量 5% 以下，约25克。因此，最有效的做法是戒掉或极少饮用含糖饮料，多喝白开水或无糖茶。若想解馋，可用少量新鲜水果替代。第4名，乳制品，它可能是隐形推手。一是乳糖不耐受，很多人缺乏乳糖酶，导致消化不适，伴随炎症；二是牛奶蛋白过敏或敏感，免疫系统反应过度，引发炎症。全脂乳制品的高饱和脂肪和部分工业化养殖潜在的激素抗生素残留也可能相关。已确诊或食用后反复不适者需注意，可尝试无乳糖乳制品、无糖酸奶或植物奶替代，并从绿叶菜、豆制品等获取钙质。第3名，麸质，存在于小麦、大麦、黑麦中，对特定人群，麸质会触发免疫反应和炎症，主要有3种情况：乳糜泻、严重自身免疫病，需终身禁麸质；非乳糜泻麸质敏感，食用后不适，去除后改善；小麦过敏，典型过敏反应。已确诊或怀疑者需重视。选择天然无麸质主食，如大米、玉米、藜麦、土豆等，而且要警惕的酱油、啤酒等加工食品中隐藏的麸质。第2名，人工甜味剂和食品添加剂，现代食品工业的智慧结晶，但也可能是潜在健康特洛伊木马。大量人工甜味剂和名目繁多的食品添加剂，它们让食物色香味俱全，保质期更长，但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某些种类和过量摄入可能对我们的肠道菌群、代谢健康和炎症水平产生负面影响。比如，某些人工甜味剂，如糖精、3氯蔗糖、阿斯巴甜，可能扰乱肠道菌群，而健康的肠道菌群对抑制炎症至关重要。还有一些常用的乳化剂、增稠剂，甚至被提示可能破坏肠道粘液层，间接促进炎症。这些隐形添加无处不在，无糖、0卡路里的饮料、酸奶、口香糖、甜点往往是重灾区。几乎所有高度加工的包装食品，如零食、方便食品、预制菜、酱料等，都含有不同种类的添加剂。如何应对？核心原则就是多自己动手做饭，最大限度地控制食材和调味料。第1名，高温烹调产生的有害物质。错误的高温烹饪，特别是1用不耐高温的植物油，如大豆油、玉米油，长时间高温煎炸。2食用烧焦、烤糊的食物，为何它们是炎症炸弹之王？这些植物油高温下极易氧化，产生大量自由基、少量反式脂肪酸及丙烯醛等有毒醛类，直接触发并放大炎症。而任何食物、肉类、碳水化合物在高温烹调至焦黑时，都会产生多种有害物，如致癌的多环芳烃、杂环胺及潜在致癌的丙烯酰胺，同样加剧氧化应激和炎症。那么，如何拆除这个炎症炸弹？记住几点：首先，绝对不要吃烧焦、烤糊的食物，哪怕只是部分焦黑也要切掉。其次，杜绝反复用油，食用油反复加热会裂变，产生大量有害物。最后，多吃富含抗氧化剂的新鲜蔬果，帮助身体对抗氧化损伤。好了，今天讨论的这10大隐形发炎食物，哪一种最让你感到惊讶？或者你觉得自己最常踩雷？你是否有因为改变饮食习惯而成功改善了某些健康问题的经验？或者你有没有独特的我们没有提到的抗炎饮食妙招？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和经验吧。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对你有实质性的帮助，请不要吝啬你的点赞，并分享给你关心的人。感谢您的收看，下期也会给您带来更精彩的内容。